超智障的。为了洗卓龙，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旁边日本大叔眼红，拍着我的肩膀说：“台湾 democracy 塞够啊！”这时候车厢广播突然响起，车长居然用很标准中文说：“各位乘客，刚刚本车厢的岛屿天光合唱非常感人，日本人民向台湾致敬。”整车直接爆出掌声，没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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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救了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最近的 PTT 里面出现的各种岛屿天光梗，岛屿天光变成一个笑料。对啊，有人在洗说他在日本呢，大家一起站起来唱岛屿天光。刚刚在日本地铁真的发生一件我一辈子忘不了事。台湾被韩国淘汰之后，车厢里坐着几个穿着韩国球衣的球迷很激动，其中一个人突然坐在地上哭，大家本来很安静，结果不知道是谁先小小的唱天色渐渐光，一开始只有2-3个人，结果整节车厢都跟着哼起来，日本上班族、学生还有阿姨全部一起唱，整个车厢变成一场民族演唱会。最夸张是几个韩国球迷听到然后直接愣住，其中一个把球衣脱下来抱住胸口，一边说原来这就是台湾精神。旁边日本大叔眼红，拍着我的肩膀说：“台湾 democracy 塞够啊！”这时候车厢广播突然响起，车长居然用很标准中文说：“各位乘客，刚刚本车厢的岛屿天光合唱非常感人，日本人民向台湾致敬。”整车直接爆出掌声。啊，真的很好笑！我跟你讲，这有一系列哦，被人家讽刺到没救了。你看哦，刚刚去中正纪念堂的时候，看到有个外国观光客看到蒋公铜像后，脱口而出说出了蒋公。然后呢，旁边来台湾旅游的日本人啊，用着蹩脚的台语说 T 恤蒋公。下一秒，每个观客接二连三的一起唱起来了 T 恤蒋公，叫几顶人。上去把他砍了！等等，这个梯形，加蒋公。对不起，来。把自由广场的岛屿天光唱了3遍，还一起大喊听台湾。我马上痛哭跪下道歉，谢谢你们喜欢台湾。有没有蒋公的八卦？越来越离。看各种反串是北南的。我前天晚上去夜市吃饭的时候，看到旁边儿童沙画区有一个外国妈妈带着小孩去玩，他们可能没玩过啊，就问老板怎么玩啊？老板说贴纸撕开就可以用沙子填色，但沙子不能吃哦，因为都是含了加工的色素。结果外国妈妈一脸狐疑，脱口说了加工，结果旁边桃夜市玩沙画的日本人听到之后，转头对母子俩用很日式的台语说填色加工。结果观光客跟摊贩接着一起大声唱天色加工，家务几顶人。我们就在整个夜市把岛屿天光唱了3遍，一起在摊贩区时大喊听台湾听台湾。我马上从椅子上跪下痛哭道谢，膝盖还插到地上的竹筷子，然后鸭肉羹的老板免费送了那个妈妈1碗。那个日本游客最后去碰碰车摊位包整个包机，不是包车下来，让那群唱歌的小朋友免费玩。谢谢你们喜欢台湾哦！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很疯狂哎！等等，第1节课要考什么？听写。考什么？听写。考什么？听写。已经是更加勇敢的人。贴写讲公，是什么邪教现场？终于有人受不了了，就是明知故问的啊。最近看了3篇还是4篇岛屿天光，我每一篇都很感动哦。但仔细想想，如果国外发生这种事也太诡异了，全场外国人一起唱岛屿天光，这会有这种事吗？看推文说文章是创作，大家能不能推荐哪一篇岛屿天光在国外爆红的真人真事呢？现在这有点难以分清楚了，全部都是真的，不要不信，真的。我在日本泡泡浴，日本小姐姐跟我一起唱，嫖客都感动了。真正认真的可能只有这一篇哦，这个我也可以掰一段。那天呢，我去中正纪念堂逛啊逛啊逛，然后就看到有一个看起来是艺人，也可能是董事长，在那边大喊：“蒋公，你就在那边坐着罚坐吧你呀！”我看他穿着一件 T 恤，壮士轻松，可是呢，讲话的时候对蒋公铜像却是如此的愤怒，不由得啊自主
T 恤蒋公。就在这时候呢，旁边保全突然呢 T 恤蒋公，在隔壁他的应该是他的同僚，突然接了一句家有一丁郎。这时候呢，原本在那边破口大骂，看起来像艺人，也是像董事长那个，还在那边喊蒋公，你就坐在那里罚坐嘛。突然之间，他也跟着 T 恤蒋公，家有一丁郎。这时候，在蒋公周围呢，有好几个韩国人、日本人，甚至是从泰国、越南来的朋友，大家都用的不标准的台语一起唱了这一段，接着大家一起合唱《岛屿天光》3大变，并且呢，绕着蒋公的铜像一起秀了 T 恤，大喊听台湾，听台湾，就在感动之中，大家依依不舍。最后，有一个越南小姐姐很害羞的把她的外套给脱了下来，原来她买了 T 恤蒋公的纪念品，真的是让我感动到不由得自己。我所以就把这个故事就写到了脆上面。唉，那个台湾人真是太好了。最好是你其他地区人也会知道这首歌啦，台湾本地都不见得知道了。然后这个也很北蓝，这算不算是一种梯形加蒋公靠背？这也可以。这个林非凡318发了一篇文章那大家也知道这个其实在太阳花的时候呢，有3个人被相当高亮的嘛，太阳花大导师黄国昌嘛，太阳花骨干人物林非凡嘛，太阳花大将军陈伟霆嘛。那因为陈伟霆喜欢摸内内，所以呢就摸着摸着就把自己摸垮了。然后林非凡呢，当年一开始他们后来太阳花结束之后，他们去创立了黑色岛国前进青年连线，就是黑岛青但是后来做的不咋地那后来又去搞建党工程，但事实上他也没加入时代力量。而黄国昌就真的去建党去了，就创立了时代力量，变成创党的党主席之一。然后魏阳是冲行政院的，魏阳的妈妈杨翠做啥？处长会主委啦。当了处长会主委那时候很爽大杀四方对不对？成为民进党的打手。所以其实这一串里面真正过得最舒服的，还在跟民进党在一起的是林非凡。其实林非凡也有意思，林非凡很晚才去投诚民进党，当时他是先对抗了赖清德，你可以去找林非凡骂赖清德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他说某个党派出1颗西瓜都会选上，也暗指长期在台南执政的民进党派1颗西瓜都会选上，因为台南有够绿嘛当时他叫岛国前进嘛。但是他事实上没有实质加入时代力量，据说是这个样子。那当然他当时是因为他就是混的是这个时代，因为时代力量也成立蛮久了，你看只是越混越差这样。当时是讲这个，但后来呢就被收编了，有没有？来跟你说，太阳花领袖林非凡将在明天正式接任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林非凡加入民进党，就是民进党最终收割太阳花学运的最大战果。他当年加入民进党的时候，那是多大的震荡！也因为林非凡进了民进党，基本上虚化了整个时代力量的发展势头。时代力量如果留住了林非凡，可能有机会真的发展成第3党，而不是小绿。可是因为林非凡跳槽到了民进党，而且入党第一天做的叫做副秘书长，也就是说他的党龄跟他的副秘书长是同一天开始人家蔡英文确实就有这一种格局去把人抓进去。所以在这样的结果之下呢，整个太阳花经历了12年变成这样的笑话的程度，其实也是蛮令人不胜唏嘘的讲实在话。林非凡太阳花运动非常非常经典的代表。他发表那篇讲什么不重要，只要记住一件事太阳花在12年后终于成为一个笑话。但是我讲这个成为一个笑话，并不是说有什么关键的节点，而是最近 T 恤蒋公有没有？那天傍晚，我开车行经国道，阿公开车，妈妈坐副驾，后座2个小孩在玩英文单字。A is apple, B is ball, C is candy, R is rabbit, S is sun。然后突然卡住了，为什么？因为下一个是 T 是什么？T for what？ 妈妈立刻很自信的抢答道 ：“T 是听台湾。”阿公沉默了几秒，用台语淡淡的说：“不是啦 ，T 是蒋公。”在那一刻，整条国道开始减速停车，所有人默默下車，边哭边朝彼此奔去，抱住陌生人，像在唱同一首歌。
T 是什么？不是有没有？ T 是讲光。现在一听不听岛屿天光，我浑身难受。我完了，我有错，我被台湾人版相统战了。干，这部怎么这么好笑？怎么没飘出去？踢是苗博雅，踢是苗博雅写稿，这一部真的太好笑了，太屌了！终于可以出了跟 T 恤对打了。一个文章还容纳了 Team Taiwan 跟岛屿天光，属于人上人等级了。完了，脆上我已经分不清是不是反串、反串了。直白的说啊，岛屿天光会变成笑话，它背后是什么？因为岛屿天光是太阳花的活动的主题曲，然后岛屿天光的主唱是灭火器乐团，灭火器又是一个超级绿的，有没有？还拿了很多补助嘛。所以在12年后的今天，我为什么说太阳花终于成为笑话？因为太阳花的代表性歌曲已经变成网络迷因烂梗，而且还无限繁殖。这个事情就让很多人无言以对啊！我这辈子都没想过岛屿天光能够被嘲讽成这样。我也是太阳花中受骗的其中一人，而看起来这个国家正从太阳花的骗局中醒来，每个人都有不堪回首一段黑历史。当年唱着岛屿天光觉得与有荣焉，现在听着岛屿天光我都觉得尴尬。然后还有人说不要被坏蓝白洗脑了，都是中华分裂台湾，让台湾一片黑暗中沉沦。只有民进党站出来需要民主，在黑暗中那道光。T 恤讲跟加武吉丁郎，哎，我告诉你，连这都反串，好不好？他在反讽啊！今天和一个曾经的很好的朋友结束了关系，我一点不后悔，这是对他的教训，也是我对台湾尊重。看到反了，不要再岛屿天光烂梗当有趣，拿岛屿天光当烂梗好笑吗？讲梗，提醒讲梗。岛屿天光的梗有很好笑吗？保卫国家光能被你们看成笑话，我看不懂哎！你的无脑跟风伤害了多少为台湾独立付出的百姓？你看啊，现在还在力挺岛屿天光，在力挺太阳花的，就是在搞台独的这一挂。不想跟低智叛国贼交流，10年有一散的吧？你不一起唱才有问题吧？他都唱到流泪了，我们一起唱 T 恤讲更。其实这梗不好笑，好笑的是看青鸟崩溃，都很好笑。不反串，这是我真心话。最近听到岛屿天光，11年前听第一次的时候，真的会感动流泪。那时候对国民党黑箱作业充满反感，也真心觉得太阳花是属于一场台湾的民主盛宴。我还记得啊，当时台湾刚好在台湾安全监控展看到一堆中国厂商，我还鼓励他们晚上可以去看现场看看，这就是台湾民主。我当时真的非常的骄傲。这段时间呢，我刚好做出一套直播，是能把单眼相机透过电脑 Google Hangouts 传出去。说真的，当时不少绿营 KOL 都跟我买过设备，遇到问题我也是亲自帮助。虽然没办法亲自走上街头，但我一直觉得至少自己用在技术参与了这场运动。但走到蔡英文第2任之后，我开始很不一样感受，尤其疫情期间一些对人权的限制，在我看来已经踩到宪法的边界。更让我震惊的是，现在竟然还会有人对戒严这个事情表示可以接受。有时候半夜想，马英九执政时绝对可以冲进立院最后也没被法律追究。反观现在，真的随便讲句话都可能被社会法处理。同一首岛屿天光，当年我热血感动，现在听却一阵反胃。也许不是歌变了，而是我对民主的理解变得复杂了。其实他的心情跟我的心情是蛮像，因为我访问过黄国昌嘛，那我就更有种感觉，就是当年是在电视上看他领导太阳花嘛，现在结果他坐在我旁边，然后接受我们的采访，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观众大部分可能当年都是反太阳花的比较多，对，但是我必须讲真心话嘛，我讲实在就是说，你不能因为说你现在这样，然后你就去否定过去的自己。他们从行政院的时候我非常反感，立院的话我是觉得到点就好了，就他们后来越战越久，我就觉得有点丧失这个味道。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像那个馆长的改变嘛。那因为之前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讲到太阳花，因为去年还前年也讲太阳花，就每年318都要讲一次太阳花嘛。然后我就会讲到说以前立场的转变，然后就有人一直在骂我，就说你为什么不道歉？你也是太阳花领袖之一。我想啊，大哥，这根本就没有领袖到，好不好？那11、12年前，小弟只是个素人啊，但是他一定要我道歉，然后说我不道歉就是对不起台湾什么，然后就好几个一直围上来这样。那时候我是真的蛮火的，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你都是这种态度的话，那也无怪乎当年太阳花声势这么大。不是因为立场可以不一样嘛，但是你要去接纳人家过去不一样的立场跟现在，那你要去理解的是这层转变，你应该鼓励他，而不是去践踏他。那这自然有些人他如果不够理性的话，他又跳回去，有没有可能？所以这事情就永远争论不休嘛，然后就会变成一个很撕裂的结果，就是说，哎呦，甚至还有人这样说，对历史哥太失望，退粉。所以我是讲真的啦，就是说太阳花这个事情，我必须说啦。你可以说学生群被煽动、被民进党接收、被民进党利用，这个我都同意。好，包含我们自己当时对于整个完整的刑事认知也不够清楚，这我都同意。
甚至说啊，你因为历史哥因为这样被利用，你道不道歉？我都可以说 sorry， 不好意思推波助澜太阳花。但是作为有权利的人，难道继续帮他护航吗？那个位居高位的人，今天爆出的事情，再次证明了他的蛮横，不是吗？只是相对应于民进党的邪恶，这些曾经位居高位的人看起来比较忠厚老实，不代表他们不蛮横啊。你就想嘛，翁同龢对于满清末年的政局危害比较大，还是李鸿章？翁同龢，但翁同龢是清流派，可是你阻碍国家发展啊，懂了吗？贪民者比贪利者更加可怕，因为贪民者闻所未动，贪利者可有妥协。这是为什么清末皇族内阁虽然奕匡虽烂，但用奕匡还是满清的至少的首选。贪归贪嘛，他做事嘛，你懂吗？虽然他最后下场很差嘛，我不会去讲他是大肠花，因为你贬低他并不无助于说这个历史事件的讨论嘛。你看我在讨论事情，就算八琼我也很少叫他纸扎人，那就是大家开玩笑我才跟着讲，所以我不会去做这种讨论啊。但是我直白的讲就是这样，就是说不是去合理化太阳花的内容，而是说从今天来看太阳花到底为何而爆发。为什么12年后终成笑话？很简单嘛，这位 Andy 哥他也是一个老百姓啊，他是个典型的代表，他是个中小企业主，很经典的代表嘛。就他的体会，他绝对有一定的知识水准，否则他做不了这种 3C 产品的一种开发。因为我们看他的节目就知道说他确实他相当懂这个。那为什么这个 Andy 哥他的反思是这样？这跟学历高低没有关系，而是你在舆论，我这再说一次，外网或者说我们在台湾这样的网络环境里面，因为全是除了中国大陆或者是北韩那种光明网完全控死的，逻辑上在华语区外网，它的舆论就是这样，你不讲你就被人家攻占高地。攻占高地先得者先守者，他就能够形成一个舆论风势，他就能够形成一个主流。这就是吕捷摧毁了孙中山形象那么多年，终于有一个人叫李义修历史哥去给他干掉啊！可是在过去那几年，最该捍卫孙中山的是谁？但是他们永远都是一句他们胡言乱语，干嘛听？那所以我觉得太阳花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嘛。所以刚好这个 Andy 哥我把它拿出来，我不是要针对他，我觉得他非常的刚好。就是验证了一个太阳花的形象的转变，从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民主运动，学生参与，然后青年为主，几乎是90%都是年轻人的一个活动，到今天变成臭不可闻问，让人家作呕变成一个网络的梗。它是经过一个长时间的代谢，但是国家确实被蹉跎掉了嘛，经济被蹉跎掉了嘛，确实是如此。它的代价是巨大的。台湾12年来还在偿还这个代价。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太阳花过了12年终成笑，刚好跟最近 T 恤讲功可以连在一起，这是个好事啊！就太阳花这个 IP 彻底的笑话了，太阳花这个 IP 再也不香了，反而变成负面的笑料的，那会带动更多的当年支持太阳花的人愿意站出来说他自己的感受，他终于理解到太阳花是错误的，所以他既然在网络上变为一个彻底名，竟然是从 T 恤讲功开始，而且一开始其实是青鸟在唬烂。结果青鸟唬烂之后，竟然来了这么大的反弹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其实民意还是会有一些自我修正的能力啊，但这个自我修正并不是说它真正意义上自我修正，而是过于反智的东西，它本来就没办法长久存在。可是它短期内所造成的杀伤力，跟造成历史的窗口跟破口这件事情，那你也必须承认它确实是如此的。所以呢，我就4个字叫乐观其成，好不好 ？OK， 那祝福太阳花明年继续当笑话，也许明年也有新的笑话梗会冒出来。所以我们期待太阳花13年的时候，我们再来检视一下，到底太阳花可以笑话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这大家超有创意的哦！前几天啊，去日本建筑设计事务所参观啊，一直找不到啊那个梯形的样品放在哪里，就随便找了一个日本设计师问，我的日文真的很烂，只能比着手势对他大喊梯形梯形。日本设计师先是愣住了3秒啊，然后用深情款款的眼神看着我，接着很不标准台语接了一句梯形讲功，我还没反应过来，隔壁桌正在画图日本绘图师连扫地小哥全部放下手中的铅笔和扫把，站着围着梯形模型大合唱梯形讲功，家务机顶郎梯
天哪！我们竟然在东京事务所对整个梯形热血合唱了3遍《岛屿天光》啊！唱完之后，设计师还得把梯形模型的底角画成88度，并大喊“听台湾”，梯形就是爱台湾的形状。我当场感动到设计图上跪下痛哭道歉，谢谢日本连几个图形都这么挺台湾，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台湾友好，梯形万岁。